中国商飞上了美国制裁名单 ，C919 面临卡脖子问题，国产发动机能救火吗？据媒体报道，11月23号，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，计划将89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，其中重点针对中国的航天与航空企业。而研制了中国首个大型客机 C919 的中国商飞公司，也在这份被美国人拟定的制裁名单中。不少人再度为 C919 的前景担忧。这也是今年第2次 C919 客机面临来自美国的威胁了。今年2月份，特朗普一度宣布考虑将向中国禁售通用公司的 LEAP-1C 航空发动机。这款发动机目前是 C919 所装备的发动机，只是没过多久，美国人又宣布不会向中国禁售通用发动机，看似是虚惊一场。不过，对于美国人这种唱完黑脸唱白脸的行为，当时就有专家警告过，当心掉进了美国陷阱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当时美国似乎是想借用 C919 发动机一事来敲打一下中国，告诉中国 C919 的生死掌握在他们手中。不过考虑到 C919 一时间无法动摇波音的地位，美国还需要中国市场，因此这一次只是虚晃一枪。但并没有过多久，后续受到疫情以及波音737 MAX 禁飞影响，美国航空业遭遇严冬打击，于是趁机打压 C919 也再度成为美国人的选择。然而，从美国人最开始拿发动机作为威胁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明白 ，C919 大飞机今后去美国化要成为必然趋势。不然，即使今天美国人不限制你，明天也必然会限制你。而且，解决卡脖子的问题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增加国产化程度。据获悉 ，C919 目前的国产化率在60%左右，一些需要进口的零部件中，大多数子系统能在国内找到替代方案，唯独发动机难以替代。不过，我们有在为 C919 大客机研制一款国产的大涵道发动机，名为长江 1000A 发动机。那么，在 C919 又遭针对的背景下，长江 1000A 能否担当救火队长？就目前的进度来看，长江 1000A 发动机进展还是很顺利的。最近的消息是，长江 1000A 发动机正在进行地面台架测试，相当于这款发动机在安装上飞机之前，已经进入了最后测试阶段。不过，即使是这样，按照预测，长江 1000A 大概会在2023年安装上 C919 进行试飞，在2025年才能正式投入使用。长江 1000A 发动机可以为 C919 兜底，不过万一美国立马断掉 LEAP-1C 发动机 ，C919 要想在明年交付的话，长江 1000A 目前还无法救急。不过，也有人提出，我们可以通过购买英国罗罗发动机来代替美国发动机，这倒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好方案。不过，想要彻底解决 C919 卡脖子，最终还是要指望长江 1000A 发动机研发顺利。高超音速武器被认定是未来武器的发展方向，而中国官方近期罕见公开多种高超音速飞行器，释放了什么信号呢？据媒体报道，11月12号，央视的军事频道在节目中罕见地公开了多种高超音速飞行器，包括 D181S、D182S 这2种宽域飞行器，引起了热议。为何官方要突然秀出原本属于机密项目的高超音速飞行器？据了解，此次展出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属于宽域飞行器，飞行器可达到7马赫的飞行速度。早在2年前，中国就展开相关试验，并且这也是中国研制军用高超音速武器的基础。提起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，首先让人联想到的便是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。这款导弹自去年国庆阅兵正式亮相后，被认为是中国武器装备的一颗闪耀的明星。实际上，国际军事专家也基本公认，自从去年展出了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，目前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目前就是世界第一，因为东风17是目前全球唯一正式公开列装的高超音速导弹，而俄罗斯在试射了锆石、先锋、匕首等多种高超音速导弹后，被认为紧随中国排在第2，而相比之下，美国人则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要落后于中俄。这可就把美国人给刺激到了。如果搜索美国在这段时间关于高超音速武器的信息，会发现美国人在拼命证实自己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不弱于中俄。先是特朗普表示，美军已经研制出比全世界最快的导弹还要快17倍的高超音速导弹，后来他自己也觉得太夸张了，改口为美军已经研制出比音速快17倍的导弹。随后美军拿出多种高超音速导弹项目，并且有过试射。然而越是这样，反而越暴露了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要落后于中俄这个事实。俄罗斯专家指出，现阶段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要落后于中俄5到10年，毕竟中国已经列装，俄罗斯形成多种载体的打击力量，美国才处于起步阶段。不过美国人还是不认输，因为他们还有一招叫做抹黑。此前美军突然指责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技术是窃取美国的，之后美国媒体认为中国高超音速武器只有1800公里打击范围的东风17，威慑有限，无法形成体系作战能力，属于存在短板。而这次官方秀出多种高超音速飞行器，恰恰就是在回应美国人，我们并不是只有一种高超音速武器。至于说
为何美军如此担心中俄的高超音速武器？主要是因为这种武器被认为是现有防御系统几乎无法拦截，这对美军建立的全球性防御提出了严峻考验。而此时，中国官方展示多种高超音速飞行器，就是在告诉美国人，我们后续也在展开多种高超音速试验，我们也并非只有一种武器。谁才是高超音速领域的老大？相信已经不言而喻了。嫦娥5号发射成功后，美国航天局 NASA 发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，为何说是在暗示中国还土？在11月24号凌晨4点半，长征5号火箭携嫦娥5号探月器成功发射。此次嫦娥5号将不仅仅登陆月球，还承担着带回2公斤月球土壤样本的任务。而这将不仅仅是中国的成就，也是全世界航天的一大成就，引起也吸引了全球的关注。在嫦娥5号成功发射后，美国航天局 NASA 就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时间发声，在嫦娥5号卫星任务中，中国已经开始努力像美国和苏联那样获取月球土壤样本。我们希望中国与全球科学界分享它的数据，以增进我们对月球的了解。就像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和阿尔特尼斯计划一样，从 NASA 发言来看，并没有对嫦娥5号的发射表达丝毫祝福，只是在说中国这次任务是为了获得月球土壤样本，中国应该分享月壤样本数据。当年美国人就是这么做的，似乎是在理所当然提醒中国要将嫦娥5号的研究公之于众。实际上，中国对于航天探索一直都是处于开放合作的态度的。去年嫦娥4号成功登陆月背时，中国探月工程总师吴伟仁就宣布向全世界开放嫦娥4号的数据。不过这话是由美国人先说出来的，就让人有点不是滋味了。而且有网友表示，美国人可能是想厚着脸皮找我们要月球土壤，因此才提起阿波罗计划，拐着弯让中国还土。在中国刚建交之际，那个时候美国航天对中国还是一种处于开放的态度，美国还赠送给中国阿波罗登月器采回的1克月球土壤。然而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随着苏联的解体，美国开始把中国塑造成对手，从刚开始禁止 NASA 与中国航天合作，再到国际上全面打压中国航天事业，完全处于一种敌对的态度。然而这次嫦娥5号恐怕让美国人有点坐不住了。尽管过去美苏曾带回过月球土壤，不过受于当时的技术条件，很多信息都无法分析。而据上次人类带回月球土壤已经过了40多年了，由于受到地区环境的影响，这些土壤也丢失了很多信息，因此嫦娥5号的工作并非食人牙慧。凭借现代化装备，这次嫦娥5号带回的土壤能研究出更多的信息。要说美国人不想打嫦娥5号带回的月壤主意是不可能的，但如果厚着脸皮来要的话，既打击了美国的自尊心，同时也不符合美国人自己定下的规矩。毕竟美国规定了禁止和中国航天的一切往来，这不能自己打自己脸吧。在我军西南部署歼16重型战机之际，为应对空袭，印度开始挖地道，真的有用吗？近日，解放军西部战区发布消息称，西部战区某航空部队正在展开歼16战机的空中对抗训练，并且透露该部队正在换装新的一批歼16战机。此前，解放军一批歼16战机已经入驻西南昆沙机场，因此这应该是西部战区装备的第2批歼16重型战机了。随着今年6月份，中印双方在边境矛盾激化，尽管经过数轮谈判，但印军似乎依旧不老实。据获悉，印军在前线地区部署超过20万兵力，并且有5万人顶在高原地区与我军对峙。看印军目前的举动，是打算过冬了。当然，我军的实力与装备还是能碾压印军的，因此印军方面也绞尽脑汁想要弥补这方面的差距。而根据印度媒体的消息，为了应对来自空中的袭击，印军在边境地区开始大规模修建钢筋混凝土地道，地道直径在 1.8 米到 2.4 米。印军认为修建的地道可以有效抵御我军的炮火打击，便于部队转移，甚至还能搞偷袭。不过那都是小聪明。有网友笑称，这印度军队是准备打地道战啊。然而地道战的祖师爷是谁，恐怕印度人还不知道。还有网友表示，当年中国为了应对敌人空袭而打地道战，如今对手怕我们空袭却玩起地道战，真的是时代变了。然而用地道战来对抗中国的重型战机可并不明智，毕竟还是那句话，时代真的已经变了。我军的歼16战机拥有炸弹卡车的称号，并且主要就是用于对地面作战，而得益于强大的载弹量，歼16战机在应对地面不同目标方面有着自己的专属武器，其中就包括对地导的钻地炸弹。中国在数年前曾曝光了一款名为天歌激光制导钻地弹，被认为要比美军著名的 JBU-28 钻地炸弹更先进，可以击穿6米以上深度的钢筋混凝土地道，堪称地堡毁灭者。要是挨上这一弹，可不仅仅是得个脑震荡那么简单了。而在天歌激光制导钻地弹问世后，考虑到其1吨重的质量，外界普遍认为这款导弹将专属歼16所有。
随着解放军又一批重型战机支援西南，印度人的确去想想该怎么应对了。只是说寻求对抗的话，不管印度人怎么做，都注定是一步臭棋。想想印度士兵在零下的环境中忍受着极寒天气，敲打着难以开凿的高原冻土，并且在后勤缺乏的情况下，还得想办法把工具运到前线，结果也只是一枚钻地炸弹的事。过去我军深得地道战精髓，让对手头疼，如今我们也拥有多种反地道战的手段，让对手崩溃。